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茂木健一郎先生所著的《孤独能带来成就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孤独的力量，远离同调压力，实现自由成长；第二，孤独是大脑默认的状态；第三，如何享受孤独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孤独的力量，远离同调压力，实现自由成长。提到孤独，人们常会联想到负面的印象，然而本书强调了孤独的积极意义。孤独不是边缘化，而是专注内心，直面自我，追求真正渴望的事物。它能提供思考空间，激发创造力，使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探索兴趣，并提高正念觉察力。作者茂木先生认为，选择孤独并从中获得成果，能带来独特的幸福与满足。本书从脑科学角度分析孤独对大脑的影响，并提供具体方法来优化神经回路。例如，培养即觉即断的习惯，有助于增强大脑的执行力和创造力。当个人成长超越既有环境时，孤独将成为迈向更高目标的重要支撑。尽管现代社会稳定富足，但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不断下降，其根源在于社会的封闭性。同调压力使人们察言观色，限制了自由表达，削弱了创新能力，这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不前。在这种氛围下，人们耗费精力迎合环境，抑制思考，难以真正解决问题。在职场与社交中，同调压力使自由表达受限，影响个人发展。作者茂木先生提出，关键在于主动选择孤独，远离同调压力，而非刻意对抗。孤独的人能专注于创造，不被外界束缚，同时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以轻松的态度融入社会。孤独不等同于孤立，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原认知能力，即能客观审视自我，听取合理建议并灵活调整。孤独的人懂得维持社交平衡，在独立与协作之间找到最佳状态。真正的孤独者并非被动孤立，而是能在同调压力下独立思考、取得成果的人。他们不会被社会束缚，而是策略性地运用孤独，实现自我突破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孤独是大脑默认的状态。在深入探讨之前，让我们先了解几个关于脑科学的基本事实。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孤独的，无论是否愿意承认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。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并不孤独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。从出生到死亡，我们都要独自经历人生的旅程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大脑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，与他人无法直接相连。不同于计算机，计算机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共享信息，分散风险，但人类的大脑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因此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孤独是我们默认的生存状态。然而大多数人却试图逃避这一现实，依赖外部关系来填补内心的空缺。接受孤独意味着承担自己的责任，不再将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他人，而是主动开拓属于自己的未来。这也意味着，在面对复杂问题或遇到困难时，我们能否坚持自己的决定，不轻易放弃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责任都由自己承担，而非依赖他人。即便他人在善解人意，在努力地支持我们，他们终究无法真正理解我们的全部经历。即使有人愿意替您分担一部分责任，也无法改变您的大脑只能由您自己使用这一事实。因此，无论您做出什么决定，最终的后果仍需自己承担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轻易将决定权交给他人。大脑渴望孤独。研究表明，人类的意识每秒最多只能处理大约100比特的信息量，这个容量对于个体而言已经是个极限了。而在与人交谈时，大部分的信息处理能力都会被消耗。大家试想一下，您是否有过在长时间的商谈、演讲或会议后感到精疲力尽的经历？那是因为在交流的过程中，大脑正以高负荷运行，信息处理达到了极限，甚至可能进入过载的状态。这种脑疲劳会影响整个身体，使人感到极度消耗。无论是工作中的社交，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互动，
长时间的交流都会让大脑资源被大量占用。您可能会觉得自己度过了充实的一天，但实际上，大脑已经被过度使用，导致其他方面的能量被透支。对于内向或害羞的人而言，与陌生人交谈尤为困难。这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本能地意识到，社交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。当然，人际交往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，例如获取新知识、建立有价值的联系，甚至通过交流推动自我成长。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，哪怕个体之间有些许差异，这一生理限制依然存在。因此，频繁的社交需要适当的恢复时间，让大脑得以休息和调整。当大脑的信息处理接近极限时，便需要维护。这也是本书提倡孤独的核心原因之一。适度的独处时间是让大脑恢复活力的重要方式。若长期缺乏独处，大脑将积累疲劳，最终可能引发持续性的压力，甚至影响潜意识的运作。与外界互动的次数越多，越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进而忽略内心的真实声音。这使得人们难以觉察自己的真正需求，而更多的被外界意见所左右。大脑天生渴望孤独，而独处正是帮助我们认清内心渴望的关键。为了维持心理健康、恢复认知能力，我们应当适当的给予自己独处的时间，让大脑有机会沉淀、调整，真正听见自己的声音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如何享受孤独。在前面，我们已经对孤独进行了大致的介绍。现如今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，孤独并不意味着消极和痛苦，反而可以带来许多积极的体验。例如，孤独能让人专注于真正想做的事情，并从中获得成就感。这种体验会让人感到满足，逐渐淡化对孤独的负面印象，甚至对其产生积极的认同。接下来，我将给大家介绍3个能够真正享受孤独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回归自然。作者茂木先生曾在加拿大的湖上独自划独木舟度过了1周，体验了深刻的孤独感。他感受到自己与自然融为了一体，完全沉浸其中。事实上，独自在大自然中漫步，是享受孤独的绝佳方式。即使与他人同行，在大自然中，人们通常不会进行过多的交流。当身体疲惫时，交谈的欲望自然会减少，人们会更容易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正因如此，登山在中老年人中越来越流行。即使不进行长途徒步或登山，仅仅是静静地凝视壮丽的自然景色，呼吸着富含负离子的空气，也是一种极佳的体验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可以反思自己，与孤独展开一场美妙的对话。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驰神往，沉浸其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即便没有时间远足，身边的公园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找个长椅坐下，让自己仿佛融入自然，放空思绪。不论是5分钟还是10分钟，安静的放松都会让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启动，重新连接那些平时少用的神经回路。有时，这种状态还能带来灵感，帮助解决困扰已久的问题。因此，将放空视为无所事事是对脑科学的误解。相反，想要获得启发、激发灵感并创造成果，就需要刻意留出放空的时间。而自然环境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场所。每周至少抽出1天时间接触自然，这是大脑最好的享受。第二个方法，即决即断。人生充满了选择，每天都在做出各种决策。在一生之中，我们会进行成千上万次的选择，不可能每次都会成功，失败在所难免。然而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只要从中汲取经验，就能做出更好的选择。据说，作者茂木先生无论面临何种选择，都能迅速决断并立即行动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他每次都会成功，但即使失败，他也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。在做出决定后，他不会再纠结，而是全力以赴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犹豫不决是因为害怕失败，但事实上，没有任何决定能保证100%的成功。在起点上，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通常各占50%，
因此，最好的方式就是立即行动，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。在犹豫不决时，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，而急决急断的人，则更容易接近成功。此外，一旦养成急决急断的习惯，就不会因为拖延和犹豫而后悔，即使失败了，也能迅速调整心态，采取下一步行动，从而减少时间的浪费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大脑通常能在2秒内做出决定，这就是所谓的直觉。直觉的准确性往往很高，因为它是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形成的。过度犹豫不仅会错失良机，还可能受到他人的影响，被迫做出妥协。因此，尝试相信直觉，快速做出决策，将帮助您更轻松地摆脱犹豫和拖延。第3个方法，跳入未知境地。挑战未知是享受孤独的一种方式。作者茂木先生在东京大学理学部毕业后，决定进入法学部学习。然而，理学部和法学部的学生在思维方式上截然不同，这让他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。他曾一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，而是坚持完成了学业。在法学部的2年对他的神经科学研究没有直接帮助，但却让他更深入理解了社会运作和管理机制，这对他的演讲和写作大有裨益。这一经历证明，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事情，即便当下感觉毫无意义，在未来某一天，它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挥作用。对于作者茂木先生而言，这次跨学科学习让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对科学的热爱，以及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科学家的梦想。每个人都会有迷茫和不安的时候，甚至可能因为外部压力而选择并不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方向，调整目标，最终获得成就感。无论身处何地，只要努力付出，就能从中获得成长。任何经历都不会白费。跳入未知，挑战自己不擅长的事情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或许有人会担心，孤独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甚至有人认为孤独比吸烟更糟糕。然而，这里的孤独并不是指缺乏社交、被人排斥或孤立，而是指那些能够专注于自我成长、不受社会同调压力影响的人。这些人减少了不必要的人际关系压力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，以实现最大化的成果。因此，这种孤独是一种高尚、智慧的生活方式，而非消极的孤立。孤独不仅是一种状态，更是一种心境，一种选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